杨紫是个什么样的女强人？与预告片声称的头条新闻相去甚远的偷窥，但不是笑柄和非问题，而是艺术家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发展，与狗子队的对抗，以及100户人家导游。这就是8月中旬的杨紫蛋糕事件。此次事件除了再次感叹内娱的荒凉和网友的换代，也再次印证了杨紫的顶级女星地位和顶级女星一样，戏外的她也是极受欢迎的。和 Talkstream 一样，在舆论场上也不是很受欢迎。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人在打粉和黑，吃瓜以泄怒为乐。至于曾经让杨开有别于其他流量的童星滤镜和演技标签，保护效果似乎比以前少了很多。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流量路上走得太久太远了。流量的最佳使用是在粉丝知道、大众不知道的时候。当大众知道杨紫是90花双顶，另一个是迪丽卡巴后，就会摘掉一些滤镜，戴上一些眼镜。90后是在夹缝中长大的一代，赶上网络权力的逆转和行业生态的巨变，被历久弥新的85后和肆虐的95、00所牵制。他们的职业道路比主动选择更多的是塑造，即使是成功登顶的杨紫也不例外。Hard Candy 前段时间讨论过童星30多岁当童星是什么感觉。80后童星也是如此，他们中不少出身于普通家庭，有的没有涉足娱乐圈的打算，有的曾艰难地做出选择，但一直没有被。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规划不够专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出了选择，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规划，他们并没有转型成为符合童星知名度的成年艺人。92年出生，05年成为全家福中的国民闺女的杨紫，兼具两者的特质。2010年，杨紫与华谊签约，在大学期间出演吴秀波的新树、琼瑶的花非花雾非雾和丹影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长沙之战》年。由孔笙、张开嘴执导的抗战剧《长沙之战》至今在豆瓣上保持着9.1的高分。制作的好，让观众接受了霍建华和杨紫的情侣关系，对这个成长中的小女孩印象深刻，对她成为小姐姐产生了期待，以至于2015年杨紫和环蕊签约，在《仙侠传》中饰演陆雪琪的时候，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的演技是怎么变成了古人的小花。事实上，杨紫在不止一次采访中解释说，她演偶像剧是希望积累商业价值，获得更多话语权，不再受人摆布，而是能够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考虑到当时的行业形势，这不仅仅是从临时换角色等个人经历中吸取的惨痛教训。2015年是 IP 流量引人入胜的一年。艺人方面，粉丝经济正在颠覆内娱规则，演技与人气不成正比的归国鲜肉，可以跳伞成名导演的片子。就行业而言，这一年在线改编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杨紫的童星好友马可在《千花之谷》中出演了《杀戮异乡》，收获了多部青春男剧的红利。公司也是大秧歌剧组成员之一，为这部古装剧创作了300多天。2站收视率均破1位的丹阳歌，至今已在杨紫的实际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无论是大秧歌还是长沙之战，都几乎没有给杨紫带来轻易的安全感。彼时，郭靖宇正在制作大秧歌，并监制魂牵梦绕系列，拓展了公司的项目类型。该公司还退出了该系统，转而采用视频网站，并改编女性在线文学作品。在所有领先公司都这样做的情况下，市场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讨论一个人是在正确或错误的道路上时，我们当然不能点燃或者说所有的选择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的。正义派的大推以及剧情类作品的高口碑和网红，基本上都是2017年后的事情了。没有人敢说，如果杨紫走青衣路线，就能留到那时，甚至还有比现在更大的选择。毕竟，最终要在实践中检验的是留的腥风血雨。从2015年签约欢瑞，到2018年香蜜沉沉烬如霜爆红，杨紫用了3年的时间蜕变。她的第一部黑红热播是2016年4月开播的《欢乐颂》。当时的正午还是国剧冉冉升起的星光，新剧备受期待。杨紫饰演的邱莹莹并不出众，不知所措，常常担负着惹怒观众的功能。有人骂她
自然也有人因为她的演技入坑。几个月后，《诛仙青云志》播出，杨紫的粉丝既要和赵丽颖这样的老牌流量粉练习，也要面对书迷的推诿和网友的质疑。他们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在几个月内有所增加，这就是俗称的粉丝虐待。2017年，杨紫的主要作品是《龙珠传》，这是一部应该被永远埋葬在尘埃中的烂老木偶剧，很难被列为杨紫的代表作。但如果从杨紫变身流花的角度来看，这部剧又有效了。杨紫和秦俊杰的公开恋情，让这段恋情有了更大的存在感。这一年，杨紫开始频频上新闻秀恩爱，搭讪秦俊杰粉丝群，嫌弃粉丝。与小雪渐行渐远，那些讨厌流量炒作的人可以容忍，当然留下来的粉丝会更喜欢她。可以说，2018年杨紫带着一定的危机进入，夏天的复出也因此更值得商榷。私生活中，她结束了恋情，收获了一阵阵的怜惜和祝福。在事业上，她迎来了香蜜，并首次被广泛认可为古代夫妻的女主。被仓促搁置的《白蛇传》也给她留下了在抖音上百万点赞的哭戏片段，演技气场成功更新。她的商业价值也如预期攀升，在年度明星代言榜单中排名第7。至此，杨紫已经完成了从青皮矜持到流行小花的蜕变。杨紫需要商业价值，为何市场接受不够美的杨紫为流量花？在2018年之前，过时的人体模型肯定比现在更不担心战斗技巧、主题追求方向、伪造、虐待模式、执行灾难，一次又一次的打破。香蜜不仅制作精良，毫无瑕疵，还把几位开车艺人的第一句台词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戏剧到个人，他辜负了当时人群对过时人体模型巨额现金的假设。在成功之前，演过《长沙之战》和《白鹿原》的他们来演老假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感叹和指责，而是断言和馈赠。并且曾经统治过旧人体模型世界的85朵花，要么脱胎换骨，要么变成了真正的话题。业务需要新的流量开花，可以将旧的人体模型展示在他们周围。大约在那时，网络和台湾明星制作之间的对比开始出现，种族成为年轻工匠的稀缺资产。杨紫是以小明星的身份被带入世间的，在成为花旦之前，她已经出演过很多明星剧，所以她通常享受这样的好处。事实上，杨紫并不是90后的主力冲锋，但对比之下，自投罗网的郑爽，以及因糟糕的剧情和感情而贸然透支的关晓彤，杨紫才是真正的冲锋者。人群的喜爱，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恶名、资产和运气是更多的调整之一。通过香蜜和亲爱的爱人，杨紫2次确认了测评的魅力。巧合的是，她在能够支撑流量专业的王府总冠军中脱颖而出。不难看出，真正的杨紫与身边她擅长演奏的白痴相去甚远。在一次会议上，她提到她的最终目标是演电影。2019年将有2部电影上映，目前不是儿童片，目前不是打酱油，目前还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北电攻克。一部电影《火之传奇》是伯纳的基础题材大片，《无声的见证》是由张家辉、任贤齐搭档的警匪片。商业迷们很幸福。尽管如此，这2部电影并没有改变公众对他作为电视艺人的印象。今年杨紫的新剧是请多多关照余生和青簪。那个时候，这样的搭配对于杨紫的头号女性来说，无疑是强项。无论如何，不同的接踵而至的变化导致了2档节目的延期和过渡，而杨紫在2020年并没有以这种心态出演。后续作品的行动路线在这一点上，并不像在过去一点一点。其实从拍摄接连看，杨紫之后的余生和青簪的任务分别是女心理学家和电影猎毒，还有一个欢瑞内场秀，粉丝反对，没有什么结果。沉香如片，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破译杨紫的可靠实力。简直就是最后的传送请求变成了女心理学家，充满活力的评估田具余生的搭建顺序构建系统仙侠沉香如搜。后面2位虽然确实有评价要吹，但也无助于抵消女心理学家低分带来的伤害。
从故事到设定再到素材风格，女心理学家都给人一种质量很不错的现实题材的感觉，一遍又一遍地为大多数人提出假设，因此元素电影被指责为过度悬疑。在惨剧的冲击下，首席科文丽滑铁卢杨紫也经历了更严格的检查，发现了很多问题：脸型硬朗、沟厚、形体匀称、颜值撑不住专家头等舱，展览还不够。渐入先决条件，从众多麻烦的变化中又多了一个人。讽刺的是，杨紫没过多久就从基础剧和都市剧转变。在应唐君看来，杨紫的紧急情况分为3个初级。一是反复出现的年轻明星突发事件，对比鲜明的大花或者纤细可爱的85花，杨紫的乡土情势应该更加压抑。杨紫通过减重变身和演技降维，一度有效打通一次进入符号剧领域。是否真的想通过外表的限制以后获得并控制一个更加成熟和复杂的工作，目前还不清楚。第二，红军危机。从一个角度来看，人们对他的展览有品位的厌倦和没有惊奇的感觉过于熟悉。话又说回来，交通会吃火。不管实际作品的想法是什么，鉴于主播身份是有流量标签的，分数会陷入粉丝和黑人的小冲突中，完成口头交流的定期成熟会很麻烦。三是安排不能及时察觉变化，力度会变差。随着影视寒冬的到来，疫情的持续，监管的收紧，你们圈子的决策趋于理性保守。85朵花集体回归古偶，国籍、古偶战绩、古装适合度都高于杨紫，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杨紫离开了欢瑞，却依然接手了即将上市的3款长相思。此外，如前所述，2017年之后，现实题材重新流行起来，女性合影、家庭教育、悬疑刑侦等，也可以凭借犀利话题造就名人，在网络上获得高流量。主旋律扶贫具备 Z 世代扶上高地，还能给演员带来红利，这些都促使了一批中年女孩走红，还有一些大器晚成的85后、90后女星。青衣的赛道比杨紫走的时候热闹多了。与此同时，95花、00花也在崛起，策划更早，资源更好，演技也不乏。95朵花中，宋祖在正午剧《乔家儿女》中哭出圈，关晓彤有望凭借宁梦的20不惑系列收复失地。00后，一张张子枫的金身被打破，赵今麦立即起身。套用一句老话，没有人永远是国民姑娘，但有人永远是国民姑娘，跑钱也是如此。当然，与今夏热播的3部木偶剧的招商引资相比，能够让30多个品牌竞相招商的杨紫，依旧是广告主最认可的女主角，依旧会被平台看中。只是她作为演员的名声已经到了需要补血而不是继续消耗的地步。也是在这个8月，离开欢瑞的杨紫成立了子路嘉艺。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电影制作服务、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经济服务、广告制作等。杨紫持有90.00%的股份，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从全家打跑团的孤独童星，到古傀儡厂的重要资产，再到现在的公司老板，杨紫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主动性更高了等级。杨紫是怎样的顶级女星？未来拍摄项目和制作项目的选择最终会为我们揭晓答案。02肖战主演的新剧能拿下这个被誉为腾讯奥斯卡奖的荣誉，不容易吗？近日，肖战、杨紫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余生请多指教》获得事业突破奖，这是肖战继《陈情令》之后的又一殊荣。商业突破奖是腾讯专门授予对影视剧做出突出贡献的明星艺人的荣誉称号，被誉为腾讯的奥斯卡奖。很多粉丝和观众看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激动，他们的喜悦不亚于见到肖战并与肖战合影。有网友表示，腾讯所谓的奥斯卡奖有点太有声望了，鹅厂播出的影视剧难不成有这种待遇？问题是，为什么肖战的新剧玉骨遥遥久久不播，还屡屡发假消息娱乐大家？虾圈微粉的兄弟姐妹们一直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但不知道腾讯能不能给出合理的说法。
无论如何，肖战和杨紫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获得商业突破奖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肖战的所有努力，他配得上这个称号。此外，肖战还和朋友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他当老板的时候，业务能力很强。现在他是一名演员，并获得了这个所谓的腾讯奥斯卡奖。杰出商业奖也验证了肖战的演技和超强的商业召唤能力。此次肖战与杨紫联袂出演新剧《余生，请多指教》，获得此殊荣，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心。不管这个奖项在业内的含金量如何，有奖总比没有奖好。至少可以证明肖战在拍戏上的努力是有回报的。他已被确认为被腾讯认可，所以给了肖战该奖项授予影视剧作品。很多人都非常看好肖战的实力和商业号召力，只要是肖战主演的影视剧，播放量就非常可观。如果有一天肖战和著名导演合拍一部电影，首映的时候不会挤满电影院吗？很多人都想看肖战拍电影，因为拍一部电影比拍电视剧花的时间少，而且制作周期也不会那么长。除了那些准备充分、规模大的电影投资，就像古天乐的新片《明日之战》，从筹备到开拍到首映，耗资超过10亿，用了他近10年，人生多少10年？虽然古天乐四处宣传票房，但票房还是不太理想。面对骇人听闻的票房，古天乐先生也竭尽全力。他投资准备的新电影，怎么能和那些有资本介入、票房达到20至30亿的电影竞争呢？问号。因此，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说到这里，肖战刚刚出道几年，从经验上看，他并不是特别有经验。如果有成龙这样的前辈高人，请帮助肖战。估计肖战从拍电视剧到拍戏的转变会比较快，否则猴年会拍出一部让他引以为豪的经典影片，让影迷和观众为之折服。总之，肖战和杨紫共同出演了新剧《余生，请叮咛》。这次在一片掌声中获得商业突破奖的荣誉称号，也是实至名归。因此，肖战的实力不容小觑，他可能是未来电影界的一匹黑马。恳请那些心怀鬼胎的酸鸡们离肖战远一点，不要动不动就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来诋毁抹黑肖战。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你去吧。要知道，天天说大话，冤枉好人，那简直是无法无天、无耻之极。